一提到天兵天将，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来的只是一群咸鱼配角，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战斗力，甚至就是为了凸显主角的强大而充数的一群士兵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，那可大错特错了。天兵天将在天庭的地位有多重要呢？可以说，没有他们的话，整个天庭都有可能会不复存在。影片开始之前，不要忘记先点赞、追踪加小铃铛，可以了解到更多世间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天兵天将出现的名场面，莫过于他们跟随李靖、哪吒父子围剿花果山的时候了。虽说在对战孙悟空时，这些天兵天将大多数时间都没有什么发挥空间，但若讲对付花果山上的其他的猴子猴孙，以这些天兵天将的实力来说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虽说论地位、论实力，天兵天将或许会不如九曜星君、28宿这些天庭正神，但毕竟再怎么说，他们大小也算是个神。既然提到天庭正神，印象当中他们都是姜子牙通过斩将封神得到的神位，像前面提到过的九曜星君、28宿，在封神演义里，他们就都是截教弟子。然而却因为通天教主摆下万仙阵，所以他们才会在阵中惨死于诛仙4剑之下，最后也才会被姜子牙封神。当然，加上九曜星君和28宿，姜子牙共为天庭敕封了365路正神，也正因如此，才有了后来强大的天庭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在姜子牙的封神榜名单中并不存在天兵天将，而在封神大战期间，天庭根本也没有天兵天将。关于这一点，可以从东海龙王敖广上天庭告御状看出来。彼时的天庭之主还不是玉皇大帝，而是叫昊天上帝。因为敖广之子敖丙惨死于哪吒之手，所以作为天庭臣子的敖广便前往天庭找昊天上帝为他做主。当敖广来到南天门后，对此封神原文写道：只见南天门未开，敖广曰：来早了，黄金力士还不曾至，不免在此间等候。从这里也能看出，那个时候守护南天门的并不是天兵天将，而是那些专干粗活累活，相当于是神仙奴仆的黄金力士。话说回来，之所以昊天上帝要让这些黄金力士去看守天庭的门户之地南天门，究其原因，也就是因为当时天庭的体系并不完善，还没有天兵天将这个部门。那后来这些天兵天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对此，其实从封神榜中就能找出答案。姜子牙在敕封斗部首领金陵圣母时，封神原文对他权力和职责的划分是：特敕封尔执掌金阙，坐镇斗府，居周天列宿之首，为北极子气之尊，84000群星扼煞，闲听驱使，永作坎宫斗母正神之职。意思是，除了斗部的那些正神之外，还有84000群星煞归金陵圣母管。而这些所谓的群星扼煞，其实就是后来的天兵天将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斗部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负责战斗的部门，因此在姜子牙为天庭敕封的8个主要职能部门中，为斗部配备的正神数量最多，成员的实力也是最强。当然，除正神之外，肯定还要为斗部配备些专门用于冲锋陷阵的人员，这些人就是群星扼煞。到了玉皇大帝掌权时期，天庭已经成为3界最大的职能部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用群星扼煞去称呼这群人，肯定就不合适了，因此才会将他们改叫天兵天将。在万仙阵中惨死的截教门人，这里面除去被接引道人收走的3000红尘客，还有6-7千门人惨死阵中，这些人成不了正神，自然只能沦为群星扼煞，也就是天兵天将。还有像商周之战的过程中，双方也战死了很多将士，就好比在泗水关之战中，死于万仞车下的西周将士就有1万多人，死于乌文化牌8木下的西周将士也数不胜数。而在这其中，有根行深的自然会被天庭吸纳成为天兵天将的成员。当然，除封神时期之外，其他时期也有根行深者会被天庭吸纳成为天兵天将，如三国时期的关羽，隋末唐初的秦琼、尉迟恭等等。但为什么如此强大的阵容还敌不过孙悟空呢？
当然不是能力问题。当时孙悟空刚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逃出来，挥舞着金箍棒就直奔凌霄宝殿，想找玉帝理论，沿途遇到了许多天兵天将。可当时啥情况呢？咱们先来看一段原著。急去耳中撤出如意棒，迎风晃一晃，晚来粗细，依然拿在手中，不分好歹，却又大乱天宫，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，四天王无影无形。如果我们没有看完《西游记》，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孙悟空实力太强了，天兵天将在他的金箍棒面前如土鸡瓦狗般四散奔逃，没有谁是他的对手。可是咱们在取经中发现并不是那样，基本上天庭下来的那些神将都能跟孙悟空打斗个几十回合，不要说天神，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坐骑、宠物都能与孙悟空斗得有来有回。有次唐僧取经路过一个破旧的行院，连牌匾都沉积斑驳，上书华光行院4个大字，其中的华光指的是华光菩萨。唐僧对他的来历知之甚详，他是这么说的：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，因剿除毒火鬼王，降了职，化作五显灵官，此间必有妙著。这华光菩萨是如来佛祖殿前佛灯火，听佛说法日久，又受佛祖点化，化为火之精，神通广大，法力高强。关于他的详细事情，我们以后也会做影片解释。后来他因为剿除毒火鬼王，被降职转投天庭，玉帝任命他为五显灵官，而五显灵官也属于500灵官之一，可见500灵官的实力其实并不低。他们如果联手孙悟空，绝对讨不到好处，更何况还有4大天王、奎木狼为代表的28星宿，如果他们动真格，相信不用请如来，他们就可以搞定孙悟空。现在看来，天兵天将没有拿下孙悟空的原因可以总结成以下3点。其一，责任问题。天庭虽然不小，但是大家各安其职，因为他们每年都可以参加蟠桃会，所以基本上人人长生不老，相应的他们的岗位基本上也是职守本分。可是凡间有那么多人修炼有成，而天庭却没有多余的岗位给他们，玉帝也不好强行干预，所以就指定了许多严苛的天庭规则，失职的人员就会打落凡间，由排队升天的人递补。譬如沙僧打碎个杯子就被贬下凡，二郎神的母亲思凡就被镇压桃山。其二，天兵天将中有与佛派关系密切的人员存在，譬如托塔天王父子，他们知道孙悟空是将来取经的主力，而猴子此番大闹天宫会促使玉帝叫来如来佛祖，他们是为数不多的知道取经计划的人，所以也要配合演好这场戏。大家看看他们手里的法宝，伏妖锁、玲珑宝塔都是能够克制孙悟空的法宝。其三，一些有头脑的神将也能悟出孙悟空不能拦，有什么依据呢？太上老君是西游世界实力的天花板，他的神通或许孙悟空不知道，但是天庭的神将绝对是清楚的。不要说老君有许多威力强大的法宝，就连他的坐骑也能跟孙悟空斗个旗鼓相当。另外，老君曾经做过3件大事，把整个3界都摄服了。所以说，天兵天将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大，还要重要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记点击订阅，可以了解更多的奇闻异事。